今天我要用莲藕和秋葵做一道素食家常菜料理。现在入秋了，看到菜市场很多人开始卖莲藕了。上次呢，我做了莲藕丸子，大家不知道有没有试做看看呢？嗨，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Kristin Wong TV， 我是 Kristin 巴辣妈。那现在我们就赶快来用莲藕和秋葵做这道素食家常菜料理吧。准备一条莲藕，莲藕身上的泥沙刚刚已经洗干净了。现在把莲藕削皮。莲藕的清洗方式，上次做那个莲藕丸子的时候有跟大家分享，大家可以回顾看看。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我的频道，我的频道主要是分享素食料理家常菜的食谱。如果你对这些内容感兴趣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一定要记得打开旁边的小铃铛，这样就不会错过我的素食家常菜料理新食谱了。这莲藕呢，今天我要用这一段就好，这一段拿来煮汤，明天再来煮汤。大家知道莲藕要怎么保存吗？就是我买回来通常就会今天煮掉，或者是明天煮掉。把莲藕切片。那如果你买回来呢，是已经像这样子切片的话呢，那你就要用真空保鲜盒或是真空保鲜袋给它冷藏起来。如果是已经削皮的，那最好就是泡水冷藏，那尽快使用完毕。如果你买到是没有被切过的，还有泥巴在上面的像我今天这样，就可以放在干燥的地方阴凉处保存。如果呢太久没有办法一时之间吃完呢，大家会怎么保存？就是烹煮的时候呢，不要解冻，可以直接拿出来烹煮，这样子可以保持这个莲藕的脆口的口感。所以像我现在呢，就要把一部分放在保鲜盒里面冷冻，看明天或是什么时候我再来做莲藕汤。莲藕片切好了。现在就把它放进保鲜盒，我明天要煮汤用的。这里可以今天用。然后呢，加水，然后我会放一些盐巴，差不多1/4茶匙的盐巴，盖上盖子。摇一下，均匀一下，可以放冷藏了。把莲藕放入盘中。现在来准备5根的秋葵。秋葵我有洗干净了，现在把蒂头切掉。这里斜切，不用切得太薄。把秋葵放入盘中，准备6条的玉米笋，因为小元宝很喜欢吃，所以准备多一点。玉米笋斜切，把玉米笋放入盘中，准备大约1小块的红萝卜，把红萝卜削皮，把削好皮的红萝卜切下来。在红萝卜身上切上花纹，把红萝卜切片，这样切出来就是一朵花的形状。把红萝卜放入盘中。接下来准备一些黑木耳和白木耳。白木耳因为刚好家里有，所以就放。那如果你没有的话，也可以省略。还有一些莲子，莲子我买到是干的，可以在里仁买得到。新鲜的就要去菜市场买。这些分量呢，其实就是适量就好。像小元宝喜欢吃玉米笋，我就给它多放一些。现在倒入热水，把这些泡软。
准备半包的雪白菇，把雪白菇的根部切掉，把雪白菇剥散，把雪白菇放入盘中。准备些紫高丽菜，这个紫高丽菜呢，我在全联买的，它就放在架上，我就看到，很适合这道料理耶，因为可以搭配紫色。那如果买一大颗的高丽菜又吃不完，所以它这样子一小包已经切好的一丝一丝，你可以当生菜吃。它其实是主打沙拉的，那我想说拿来配菜也很漂亮。这一包才台币18元，所以呢，我们就来使用它，把紫高丽菜倒入盘中。这是台湾的产地，吃起来一定很安心。黑木耳泡软了，洗干净了。黑木耳这里比较硬，要把它切掉。切成大片状。把黑木耳放入盘中。白木耳泡软也洗干净了。现在用手剥成小片的，下面比较硬，就不要剥，剥上面的部分，这就不要了。把白木耳放入盘中，锅内倒入少许油，油热了放入红萝卜，把红萝卜炒变色。差不多了，变色了，现在放入莲藕，把莲藕放进来炒，大约略炒一下，现在放入黑木耳，还有白木耳，快速拌炒。大约略炒一下，放入玉米笋，炒一炒，现在放入水，放入100cc 的水，让水汽把这些食材煮软。拌一拌后，现在放入雪白菇，拌一下，可以来调味了。1茶匙的玫瑰盐，胡椒粉半茶匙，糖1/4茶匙提鲜，橄榄粉来一些，会有不一样的风味。快速的拌炒，把调味料炒匀。这时候可以放入紫高丽菜了，还有泡软的莲子、秋葵也一起放进来，快速翻拌。哇，颜色好漂亮，小朋友看了就会很有食欲。如果你是用大铁锅，你就可以大火快炒。我用这种不粘锅，就用中大火，也不会伤到锅子。中大火慢慢的把它炒熟。炒至所有味道都融合在一起了，可以了，关火起锅。盛盘了。今天煮了16谷饭，很香的米饭。来试吃看看莲藕有没有很脆？清脆。我喜欢那种脆脆的莲藕，因为炒的莲藕就是要脆脆的。如果你喜欢吃软一点，就用水焖久一点。这莲藕好好吃哦。因为有吃到那个橄榄粉的味道，我觉得搭配莲藕很清甜，把甜味都带出来了。
这道菜啊，大家可以在家做看看，因为现在很容易就可以买到莲藕了。如果喜欢今天的影片，记得按赞、分享、订阅，不要忘了开启小铃铛。我们下一道料理见，拜拜。